7月9日，有一家公司要上 Ace Market， 叫 SRKK AI Bearhead， 名字裡有 AI， 市場自然多看2眼。很多人第一反應 AI 概念股，只要買這種 AI 相關的股票，再也不用睡地板了，明天就可以炒老板魷魚了。先冷靜，招股書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數字，在2025財年裡，它跟 AI 相關的收入其實只佔了總營業額的 10.5% 左右。這就像一間餐館叫 AI 廚房，你走進去以為機器人幫你做鴨蛋炒粿條，結果發現還是 Uncle 在廚房，只是點餐換成平板。所以今天這支影片，我們不要用一句 AI 概念股就帶過，我們要拆3個問題：1. SRKKI 到底靠什麼賺錢？2. 這些收入的質量如何？3. IPO 籌到的錢是打算怎麼花？首先，你必須搞清楚 SRKK 不是純 AI company， 也不是普通賣電腦的 IT 公司，它更像數字化裝修師傅，不用自己出材料，只幫企業把雲端、網絡安全、AI 工具全部規劃好、裝好、調好。它主要賺錢的地方主要有這幾塊，幫企業做 Cloud Subscription 和 Migration， 佔了 43.7%。第二大塊的就是 IT 硬件和軟件的銷售與租賃服務器，電腦、軟件授權，約 31.8% 的總收入。第三大塊就是 IT 諮詢和項目交付，他們幫企業規劃方案，做落地實施，其中涵蓋網絡安全類項目，約 17.5%。所以 SRKK 這3塊加起來就已經是90%的 revenue 了。等等，你是不是奇怪了？怎麼沒有 AI 呢？ AI 不是第4大塊業務，它只是藏在了上面3塊裡的工具層。雲端用了 AI 軟件，諮詢項目用了 AI 工具，數據分析用了 AI 平台，這部分合計就是剛剛提到的那 10.5%。這就是最容易被誤解的地方。招股書也明確寫了 ，SRKK 目前不自主研發 AI， 主要是整合 Principles 提供的 AI 功能，交付給客戶用。那問題來了，如果它不是純 AI 公司，那市場都在看它的什麼？答案是 Microsoft 生態的執行機會。SRKK 是 Microsoft 雲服務的1級合作夥伴，拿貨可以直接對接微軟總部，不需要通過中間代理，而且它也是全馬第1家同時拿齊了 Microsoft 全部6個技術合作夥伴認證的公司，在2025年4月剛剛達成。很多企業本來就用 Microsoft 365，現在老闆的一句話，我們公司也要 AI。可是你問他 AI 要解決什麼問題？資料在哪裡？權限怎樣設？ Security 怎樣保護？員工怎樣培訓？很多老闆就開始看天花板，他不知道他們要就是要，沒有的 argue， 是不是跟你老闆一樣？這個時候，作為走狗，不好意思，說錯了。作為員工的你，就需要 Solution Provider。SRKK 的角色就是把 Microsoft 這些工具變成企業真的可以用的系統。這有2個好處，它就有了 cross-selling 的機會。客戶買 Microsoft 365，再來要 Cybersecurity， 再來要 Training， 同一個客戶可以越做越深。第二，它有 recurring 機會 ，Subscription 每年續約 ，Managed Services。持續維護，這種收入不一定暴利，但比一次性 project 更有可預測性。不過 SRKK 不是 Microsoft，Microsoft 是廚房老闆 ，SRKK 是幫客戶點菜、上菜、處理投訴的人，所以他面對幾個限制：上游 Principle 調價，他不一定能馬上轉嫁給客戶 ；Microsoft Software 或 Cloud 出問題，客戶第一時間可能還是找 SRKK。這行競爭者也多。護城河不是認證本身，而是客戶關係。別人也能做，但客戶覺得你靠譜，懶得換人。接下來講市場很喜歡的數字：2025財年 ，SRKK 的經常性收入佔了 revenue 大概 52.8%。不要小看這個，很重要。當一家公司超過一半收入像收租或者訂閱軟件一樣，客戶到期就會自動續費，不需要每次都重新去拉客戶。但 recurring 也分等級，不能一律當 SaaS 軟件公司來看。最大塊的 Cloud Services 在2025財年的 Gross Margin 大約 15%， 比 FY 2024的 10% 有改善，但跟純軟件公司那種 70%、80% Margin 完全不是同一個世界。至於 IT 外包服務，粘性比較好，但非常吃人工，必須花錢請一堆技術人員。52.8% 是加分項，但這是 IT Service 式的 Recurring， 不是輕資產 SaaS 式的 Recurring， 自然的估值邏輯不能混用。如果 SRKK 現在還不是 Pure AI， 那麼未來成長點在哪裡？答案就要看他這次上市拿到的錢怎麼花了。SRKK 預計籌集 20.5 million，
在這筆上市籌到的錢裡，有3筆核心開支，其中的4 million 用來搞 AI 實驗室、AI 培訓學院以及自家的數據分析軟件。AI 實驗室的邏輯是引流，當企業來諮詢 AI 方案，然後順水推舟，把配套的 Cloud、網絡安全和數據分析等落地項目一起打包賣給客戶。做得好是很好的 cross-selling 機會。更重要的是自家的數據分析軟件，如果能從幫別人實施升級到賣自己軟件和收版權費，這才是真正的 margin profile 轉變。但以上2件事現在都還是計劃，不是已經兌現的成績單。另外 3.7 million 用來建立自家的網絡安全監控中心 SOC。現在 SRKK 靠外包 SOC 幫客戶做網絡安全監控，建了自家 SOC 才能做24小時本地監控，降成本，談更多 recurring 安全合約。當企業越來越怕 data breach， 監管要求越來越嚴，這對 SRKK 的行業是有利的。但 SOC 建起來不等於收入自動來，前期固定成本先行，關鍵是有沒有客戶願意簽約。然後他們也打算用 1.84 million 去到印尼雅加達開分公司。雖然印尼市场夠大，但進入新市場不是開間辦公室就搞定的事。請注意剛才提到的都還是未來計劃，不是已經兌現的成績單。概念可以先炒，但財報數字遲早要現行。等到真正要交成績單的時候，市場是給掌聲還是直接打臉，全看它的基本面硬不硬了。最後我們來討論估值。SRKK 的 IPO price 是3毛2，上市值 90.9 million， 2025財年的 PAT 是 6.8 million，PE 約13倍多。這個估值在科技股裡還算合理，不算離譜，但也沒便宜到可以閉着眼睛無腦衝的程度。真正的問題只有一個，13倍 PE， 你在買什麼？是已經跑了好幾年，抱緊來自 Microsoft 生態雲端服務的經常性收入，還是在提前為 SOC、AI 實驗室、自家的數據分析軟件的潛力埋單？別忘了，這些現在還沒有財報證明是否可行。如果以後的業績證明他的 SOC 真的有客戶買單， AI 實驗室能帶來源源不斷的生意，自家研發的數據分析軟件也有進展，那市場肯定會重新高看他一眼。但如果以後大家發現他其實還是那個普通的 IT 代理商，只是套了個 AI 的外殼，那市場給他的 AI 溢價就会被無情地收回去，被打回原形。市场給你溢價的時候有多熱情，翻臉收回去的時候就有多冷血。這一點相信大家在股市裡都被深刻教育過。畢竟我們的錢雖然不是大風刮來的，但很多時候確實是被大風刮走的。總結來說， SRKK 是一家深度嵌入 Microsoft 生態的 IT 數字化執行商，有真實 revenue， 有真實客戶，而且過半經常性收入。它13倍的 PE 裡已經包含了市場對 SOC 和 AI 實驗室的期待。接下來幾季的財報才是真正要證明的時刻。你覺得 SRKK 應該被市場看成 AI 股、Cloud 股，還是傳統的 IT 服務股？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這是我答應觀眾接下來要制作的內容。我們下期見。